江西怀化溆浦县，依照农历，每月逢4逢9赶集。尽管零售物流日新月异，这种隔三差五自发形成的乡村集市，依旧是乡民们最热衷的购物方式。不过，对于眼前正和肉贩子讨价还价的夏爱峰来说，赶集的热闹还得放一边。明天就是他老伴黄锦信的70大寿，办成别人家，可能就交给流水席厨师包办一切了，而他却揽下掌勺的活，把这场祝寿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宴。与此同时，家门口正对铁路的夏家，负责宰杀和切配的5位帮工已拉响上工的汽笛。除了赶集置办的猪肉、草鱼等，家养的土鸡、大鹅成了寿宴充足的弹药库。主角黄锦信也没有因为寿星的身份而置身事外，当了一辈子木工的他是夏家的上门女婿，到现在无论是砍柴还是操持起木工，都宝刀未老。夏爱峰则人如其名，风风火火，手脚利索，独自守着良言土灶。扣肉和红烧坨坨肉多用五花肉和带蹄的腿肉，先炙烤后清洗，毛发和腥气也随之消除。红烧肉不挑部位，烧煮片刻，切小块，回锅加八角、香叶等香料，先炖煮入味。扣肉讲究些，只用肥瘦间隔的五花，煮上半小时，切成大块。下午4点，肉类的处理告一段落，帮工的工作也到此为止。赶上有外地回乡的亲戚提前报到，紧张的一天迎来了难得的小憩。唯独夏爱峰知道，吃过晚饭，一天的重头戏才真正拉开序幕。寿宴遵从以酒为大的传统，总共会上9道菜，又叫9大碗。盐菜扣肉、蛋肉卷，这2道宴客必备，却颇为费时的大菜，头天晚上就得备好。煮好的五花肉投入烧旺的油锅高温油炸，才有肥而不腻的效果。逼出油之后放凉，改刀切厚片，以胡椒粉、生抽调味。和江浙多用梅干菜不同，湘西喜欢用芥菜晒制的盐菜来扣肉。爆发后入锅干炒，把水分逼干。拿一只深碗，肉皮朝下整齐码入五花肉，碗顶盖上一层盐菜，就可以送入蒸屉。
蛋肉卷也是农村宴席上极有代表性的一道菜。摊蛋皮儿看似简单，但凡没有点经验和巧力，就容易过老、过厚或是破皮。抹上肉馅儿，卷起收口，同样移到蒸屉里面蒸熟，明天热一热就可以上桌了。暗夜烹调既平衡了食材新鲜度和备菜的时间效率，也让夏爱峰享受了不可多得的清静和专注。搭把手的就是自己的亲姐妹，无需多言，就有着外人不可替代的默契。我这买对吃，再放了去落。寿宴当天的主要工作是猪、牛、鸡、鹅几道大荤肉菜，摆盘粗放，调味各异，但烹调方式相对单一，主要就是焖炖。自家的肥鹅炒香后焖煮入味，肉质紧实弹牙。浮于汤顶的一层鹅油，或许就是黄焖鹅的菜名由来。猪肚在旧时稀罕珍贵，遇到宴席才能吃上一回，这一传统也被保留了下来。加入口蘑、鹌鹑蛋一起炖，丰盛得很。魔芋黄牛肉则是寿宴上唯一一道重口的辣菜，可见平常辣椒当菜吃的湖南人，在宴席菜上有多克制。11点钟，扣肉、切块的蛋肉卷、炸鱼陆续装盘回温。姨娘们开始准备唯一一道凉菜——雷酸教头。雷波、香、钱、贵三地交界，家家必备的厨房宝贝。功能近似捣臼，为了成菜好看，酸教头不能捣得稀烂，而是先切丝再倾倒出味，以油辣子拌匀，酸辣开胃。同样受湘西人喜爱的酸萝卜也可以如法炮制。乡村流水席，12点开席，要一直吃到3点。一桌凑齐8人便可开席，9大碗同时上桌。席间还有专门盯场的帮工，
看见蛋肉卷见底儿了，就朝着后厨大喊：好，炸成面一碗。9大碗之外的隐藏菜单长寿面，面汁拿炖鹅肉的汤汁简单调味而成，寓意寿长100年，收尾再合适不过。这就是这场乡村寿宴的全部内容，没有炫技的厨师、昂贵的食材，也没有精妙的摆盘、大阵仗的祝寿，或是任何在外人看来印象深刻的惊喜或细节。但这也更像是寿宴该有的样子，毕竟山珍海味哪比得上自家的饭菜香呀。